2023年7月30日，一个影响以太坊虚拟机 FMEM 编译器 Viper 的漏洞，让 Curve Finance 陷入了清算风险。攻击者利用了 Viper 编译器中的漏洞，从 Curve Finance 的4个池中，包括其最大的 CRV、ETH 池，窃取了数百万美元。大家好，本期视频将介绍最近发生的一起 DeFi 领域的黑客攻击事件。我是17区块的蒜蓉姐姐，希望本视频对您了解 DeFi 领域黑客攻击事件有所帮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平台，以获取更多有关数字资产、区块链和 DeFi 的最新资讯和分析。近日 ，DeFi 领域发生了一起黑客攻击事件，攻击者利用基于 Python 的 Viper 编译器的 0.2.15、0.2.16 和 0.3.0 版本未正确实现重入锁机制的漏洞，在多个协议中多次调用提取资金的智能合约函数，从 Curve Finance 池中窃取了多达7000万美元。Curve 池是一种自动化做市商，为稳定币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交易。攻击者主要攻击了 CRV、ETH 池，导致 CRV 的价格下跌了 12%。Viper 编译器是一种基于 Python 语言的智能合约语言编译器，用于将 Viper 代码转换为可由以太坊虚拟机 FMEM 执行的字节码。在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 DApp 中，重入锁是一种安全机制，它可以防止在前一次调用完成之前多次调用智能合约函数。这种安全措施旨在防止恶意行为者重复调用提取资金的智能合约函数。然而，在 Viper 编译器的 0.2.15、0.2.16 和 0.3.0 版本中，重入锁机制未被正确实现，导致攻击者可以多次调用智能合约函数，从而窃取池中的资金。由于 Curve Finance 是一个自动化做市商，攻击者主要攻击了 CRV、ETH 池，导致该池的资金被窃取了多达7000万美元。Curve Finance 是一个以稳定币为主要交易对的自动化做市商，为用户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交易服务。该协议受到了黑客攻击的影响，导致多个池中的资金被窃取。受影响的池包括 Aleph、ETH、Thief-ETH、Keth-ETH 和 CRV-ETH 池。初步估计，攻击者窃取了多达7000万美元的资金。此外，Curve Finance 创始人 Michael Agroff 使用 CRV 代币作为抵押品，从各种借贷协议中借款，其中最大的贷款来自 Alpha。由于 CRV 价格下跌，他的抵押品面临清算风险。为了防止这种风险， Agroff 一直在定期偿还借款。然而 ，Curve 最大的 CRV、ETH 池流动性消耗，仍会导致他的抵押品面临 Alpha 的自动清算风险。此外，出借人已经开始从借贷协议中撤出他们的池，以对冲损失。如果攻击者继续持有窃取的 CRV 代币不出售，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该代币的价值下降，从而增加 Agroff 的清算风险。Curve 面临着被破坏的风险，因为攻击者还没有在协议的 CRV、ETH 池中出售他们窃取的 CRV 代币，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该代币的价值下降。这次黑客攻击事件对 DeFi 领域造成了不良影响。DeFi 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金融系统，它提供了一种无需信任第三方机构的金融交易方式。这种系统具有高度的透明度、去中心化和可编程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和投资者。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也带来了安全风险。由于智能合约代码是公开的，攻击者可以对其进行审查并找到漏洞。在这次黑客攻击事件中，攻击者利用了 Viper 编译器的漏洞，导致多个协议的资金被窃取。这次黑客攻击事件还提醒我们，数字资产领域需要更加注意安全风险。DeFi 领域的安全风险包括智能合约漏洞、交易所安全漏洞、私钥管理不当等。这些风险可能会导致用户的资金被盗取或丢失。为了减少这些风险， DeFi 平台需要加强安全性措施，这包括对智能合约代码进行审计，采用安全编译器，实施多重签名等。此外，用户也需要注意安全风险，
例如使用安全的钱包、保护私钥等。这次黑客攻击事件对 DeFi 领域和 Curve Finance 造成了影响。攻击者利用 Hyper 编译器的漏洞，从多个协议中窃取了多达7000万美元的资金。Curve Finance 的创始人面临着抵押品的清算风险，出借人也开始从借贷协议中撤出他们的池，以对冲损失。此次事件提醒我们，在数字资产领域需要更加注意安全风险。DeFi 平台需要加强安全性措施，用户也需要注意安全风险。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数字资产领域的发展，实现去中心化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定发展。最后，我们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和建议。感谢您的观看。